闻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顶礼传承档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强安艰难遭遇。我今见闻得说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今天呢就是讲第3个问题，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施主断除贪欲，就是讲这个宗旨。为求利养，相互成，释怀文思，修事业，故于亲友施主众，根除贪之佛之心。那么这个宗旨就是说，就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很多的人就整天都是为了这个希求名声，希求地位，希求财富，以及呢就种种的这个利养而这个奔波忙碌。其实这些的这个来源呢，主要是贪着这个我们的亲友或者是施主等等而这个造成的。所以呢就是如果有些修行人呢就整天的是求一些这个名声求利养就是所谓的利养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都想获得一些这个财富功绩等等，就是这样的这个世间八法。那么为了这个求世间八法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人与人之间就经常这个发生冲突，发生一些这个矛盾，就这是必然的这个现象。同时呢就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闻思修行的正法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一定要以闻思修行来这个弘扬。就如果自己没有闻思修行的话呢，就是没办法这个弘扬。然后别人呢，就是也不闻思修行呢，光是在外面的一些什么这个经堂修经堂或者是做一些慈善的话呢，当然是这是一个佛教的象征，佛教的一种标志。但真正的这个佛教呢，就是教法和正法。教法和正法呢，通过闻思修行来融入自己的相续。因此呢这个如果我们整天的是为了就是争名夺利，也为了就是名闻利养而奔波的话呢，那有没有这个弘扬佛法或者闻思修行的机会和时机呢？就绝对也不可能的。这种行为呢，就是全部会这个释怀的。所以说呢我们对于就是世间的这些这个亲人世间的一些这个施主他们的这个贪执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断掉就是断掉。那么断掉贪执的话呢，这就是所谓的大乘佛子的这个崇高的这个行为。所以我们可能有些道友呢，也可能就是发觉得到，就是现在呢很多人就是对这个施主的这个执着就比较严重就是这是我家的施主，这是我的这个是大董事长什么那个大老板娘还有很多人特别就是喜欢有一些就是好听的这种名称来这个称呼就这样以后呢，修行人呢就是整天的是探着他们，与他们联系。那这样以后逐渐呢，自相续当中的这个这种佛法的功德呢，就是全部会这个坏的。真正的修行人呢，就以前的一些禅师就是在这个极尽的山里面呢，就是终量都是好好的这个修行就看到一些虚云老和尚和他的传承弟子们在这个山地上自己种地就自己与世人隔绝关系，然后精进修持的这些神地他们的传记看了以后呢，我们确实是非常熟悉的。噶当派的一些高僧大德和我们尼玛派的一些高僧大德，他们也是重量在这个寂静的这个山谷里面。我们现在去看了一些山洞他们的森林以及这个寂静的这种修行圣地的时候呢，也是这个羡慕的不得了就这些都是终身都是在这样的这个寂静地方，就是完成了这个佛教的伟大事业。就所以呢就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对这个世人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并不是很密切的，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有些这个修行人整天都是在这个电话本上面就是是这什么就是这黄老板拜小姐什么那个构县长朱书记等等那个很多的这种这个与人的这种关系就是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呢，就始终都是一种牵连着。那么我们怎么样呢？就是在有关这个经典和论点里面所讲的那样，就你真正一个修行人要这个生活的话，肯定需要有一些这个生活的这个资本，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这种再饭。那么这些呢，就是依靠这个不单着的这个施主面前可以去除。就像蜜蜂呢，就是
就是在这个鲜花当中就是取花枝一样的就是不损害这个施主，也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然后呢就是从不这个联系。以前我们老干部给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有些施主呢就是对他非常的这个热情供养然后从此以后再也不管了，再也不联系的话，那可能那个施主呢就是觉得是这个人是没有良心的，我对他那么好，但是呢他从此以后再也不给我这个联系，可能会这样想的。当然这个世间人的年头就是这样的，世间人呢就是我们这个互相都是你对我好的话，我对你好，就是互相都有一种世间的这个报恩或者是世间的一种这个汇报。可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如果我们真天的是你今天给我供养一点，我明天呢我给你这个汇报，就是然后呢互相都这样争来争去的话呢，就是逐渐就是自己的这个修行呢真的会这个损害的。所以呢我们真正的一些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对家人也好，对亲友对很多方面呢，就是不要过于的这个贪着。如果你所有的关系全部不能断掉的话呢，但是整天都是就是每一个礼拜当中呢，就是给自己的施主要打一次电话。就是我那天问一个道友就是听说你电话打的比较多，为什么？他说我给施主们打电话对我跟恩德很大，就是我卖房子都是施主给我捐的钱。然后为什么你每天都是？因为每天都不打的话，那害怕生气，就是所以呢，我就基本上一个礼拜给他打一次电话，就是很多这样这个做的话呢，就是真的是恐怕就是这个对这个修行上就是没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意义，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修行呢，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力养就是民生和力养呢，最可怕的就是有关那个小乘的一些律部当中呢，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民于己力养，于人所爱乐，能损害善法，如见沾人头，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力养和民生这些都是作为这个愚者来讲呢，就是他特别喜欢这个需求的就喜欢需求的。如果我们求了这样的名为力养之后的话呢，自相续的这个善法就是全部都是这个毁坏的。就像用个宝剑呢，就是断我们这个人的头的话呢，那这个人有没有这个活着的机会呢？就绝对不可能有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一个修行人，如果相续呢，就是被这个各种这个染物就是被各种这个力量来这个就染上的话呢，那就没有这个修行的机会。所以就以前的一些古代的大德呢，就是最害怕就是与这个世人的这种牵连就是一定要就懂到这个道理。现在这个新来的一些怎么说就初学者的话呢，就是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就是供养的这个施主越来越多或者说是自己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认为是修行很成功的，其实呢也并不是。当然这个宗旨呢，主要是针对这个有些是精进修行的出家人来讲的，同时呢也给有一些在家修行人呢也是同样的。作为在家修行人，在这个社会实践当中就是也经常被就是各种名为力养这个所束缚，而他自己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不能这个成功的。因此，佛陀在弥勒这个请问集呢，就里面呢也讲了一段力养的这个22种果实，就同时后面呢也讲了就14种，就是端出这个力养的功德就最后总结的时候也说了，若有菩萨智慧聪明预测功德能如是智。就是作为菩萨的话呢，应该就是具有这个智慧的菩萨呢，应该也要了知这些功德。其实我们放眼就是看这个世界的话呢，不仅是这个修行人，在家人当中的话呢，就许许多多的这种苦恼、这个郁闷，或者说他的这个伤心呢，全是为这个就是力养而这个奔波，就是最后呢，就是没有这个实现，就是而导致的，就是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就以前那个乾隆皇帝就是他去那个下江南，然后呢就去那个这个澄江金山寺，在那个时候呢就是看来来往往的这个船只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多。当时乾隆皇帝呢，就是问那个该寺的一个老和尚，就是老和尚就是说是你住在这个寺院，就是是不是有这个10年了，就是有多少年了？然后老和尚呢，就是说我在这里已经住了20年了。
开玩笑，然后皇帝呢就是问，那你看看那个岸边的，就是这么多的这个船只来来往往，就是你觉得是每天呢就是有多少这个来往的这个船只？他说只有两只，就是一只呢就是为民，一只呢就是为利。就听到这个话之后呢，就是乾隆皇帝也是点点头，就是非常的赞叹，就是说山寨山寨，就真是奇妙啊！确实这样的，世间的很多的这个来来往往的这个人啊，有时候我们看那个一些川流不息的这个就是四通八达的这个街头啊，就是一看的是，不管是这个人流也好，车流也好，看到这些人们的这个思想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想法。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无非是这个为了一些地位啊，就是名啊、财啊。除此之外呢，就是没有什么。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这个广大，在这么样广大无垠的这个世界当中，一个人的这个生存呢，应该说是不需要那么劳累。但是呢，就很多人都可能是不会这样的。就我都有时候真的感觉这样的，就是自己呢吃的很少的，就是不是很多的。那么为了这一点饭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不会那么这个劳累的。那实际上呢，就是也是基本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大地呢，就是很广大的，但是蚯蚓呢，就绝对是一直这个就是没有吃的，就是然后在地里面呢，就是一直钻来钻去，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贪执没有断除，贪执没有断除。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真的是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就是你看看那个街上的人多少，很多都不是这样的，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贪执呢没有办法这个控制，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就是不断的就是这个就是就行走啊，就是一直呢就尽量不断的就是在这个奔波就奔驰，就所以说呢真正的一些修行人呢，就是有时候还是反观自己就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想现在呢。真的很多，这个修行人呐，就是恐怕自己的这个修行方面呢，还是未远是比较大的，就真正的这个现在修行人，尤其是这个出家人从这个名闻利养当中是真正获得解脱的这种人呢，也是比较少的。以前阿底峡尊者也是说了，就是精勤付出，叫利养于恭敬，必中得解脱，祸中什么就是犹如祸中莲，就意思就是说，我就现在这个。名闻利养呢，就是已经紧紧的束缚着，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出家人了。然后这样的这个利养当中，真正能解脱的话呢，就微乎其微，极其罕见。也就像是这个火里面，就是通过这个燃烧以后啊，就根本没有这个烧坏的，就是一些年华呢，就是有没有呢？就基本上这是没有的。同样的道理，就是现在尤其是现在科技极其发达的，然后这个外面的这个诱惑特别强烈，这样的这个环境或者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当中呢，我们很多这个出家人呢，就是不管这个利养啊，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是向佛念佛，然后好好的这个修正需求菩提正道的这种人呢，在汉地也好，藏地也好，就真的是很少的啊。就现在开始就秋天了，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呢，很多高僧大德们呢，就是也是就是往那个汉地的这个城市里面就是开始练习，因为这藏地特别冷啊，特别冷的时候呢，就是每天都看日子，就是应该可能什么时候出发才迹象，就是看反日历。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呢，就是可能是这个为了利养而奔波的，当然也不能排斥，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为利养的，但是极个别的呢，真正是就是忘我的一种这种发心力吧，就是像这个利益众生，就是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但是这种呢，就是的确是也不是很多的。因此阿底峡尊者所讲的这个话呢，我是非常的这个希望，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外援呢，就是自然而然的这个具足，让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能力，或者是他的这个智力呢，就是极其的这个微弱，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到就是对这个一切外面的这个财物啊、名声啊，就是都不贪求的，只有一种自助少欲的心来好好的这个修持高僧大德们或者是传承上师们所传下来的像如意宝那样的这个甘露教言了，那个时候呢，真的已经获得自在了，获得这个解放了啊！就是无诸菩萨，他的这个专辑当中也是这样说的，说是这个知足聚会，最富裕，不贪一切最，不贪一切最快乐。
啊，就这句话就是我觉得是讲得非常好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呢，就是具有知足少欲的这种智慧的话呢，那这个人是真的已经成了世间的第一富翁了啊，就第一富翁了。如果我们心的相续呢，不贪着任何人啊、财物啊，对什么都不贪着的话，这个人是很快乐的就是他什么世间当中的一切都拥有。一个人的心里面有贪心、有嗔恨心的话呢，那真的是就是不平的啊，就我都有时候想比如说一个家庭啊，就是一个家庭的这个家里面的所有的人呢，就是心里面没有这个严重的这种贪心啊、嗔心啊，那这样的话，即使这个家里面的财富都是不是很这个富裕的，但是这个家里就是有安全感，就是过得特别的这个快乐。如果家里面的一个人的相续当中贪心特别大、嗔心特别严重的话呢，那整个这个家的是不快乐的。即使说他自家里面呢，真的是有那个就几百万的这种这个财务啊，就是什么这个这个家里的什么这个样样都已经具足的话呢，因为心里面的这种贪执在作怪，就是所以呢，每天都是要这个奔波，每天呢就是都要这个追求。所以我们很多这个修行人呢，就是调整自心还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你没有调整自心呢，整天的是希求名为利养的话呢，那就不叫这个修行人了，就真的不叫修行人。因此，不管是居士出家人呢，大家都是要这个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到底他们想的是什么，然后自己的这个内心呢，就是能不能就是真正是就是现实这个社会啊。如果我们不断的去追的话呢，就是会不会很累啊？因此呢，就是自己到一定的时候呢，一定要用这些传承上师们的这个教言来调节自己的这种相续，应该就是过比较有意义的、充实的生活。否则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多大的这个价值和意义。这是这个宗旨的大概意思。当然，这些呢，应该用一些这个高僧大德们呢、噶当派的教义呢，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呢，恐怕每一个宗旨里面的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内容。但是呢，我们就鉴于时间关系吧，就是每一个宗旨呢，只是简单的这个就是介绍而已。那下一个宗旨就是第4个问题，应该断除这个粗语就是断除这个粗恶的这个语言。恶言刺伤他人心呢，也是菩萨品行故。莫说他人不与此杜绝粗语，否则行。就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不经过观察，就是随便呢，这个就揭露就是别人的过失，就是说一些特别难听的粗语，那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的这种粗语的话呢，一般都是这个伤害别人的心，扰乱别人的这种这个纯洁的这种心那同时呢就如果我们这个说一些他人的过失的话呢，作为这个发大乘菩提心的人来讲，已经这个摄回了菩萨的高尚行为菩萨的高尚行为的话呢，应该就是我们六度四摄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恒常呢，就是用这个爱语来这个就是利益这个众生，就是所以呢就是也丧失了我们这个菩萨的这个行为。所以说呢，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当中，与什么样的人互相交往的时候呢，应该要说一些非常这个温和寓意，而且这个具有实在意义的、吐字清楚的这样的这个语言就这样的这个语言，千万呢就是不能就是说一些让人就是不欢喜的，让人呢就是刺伤这个心情的这种这个话呢，就是不能这个说的。因此呢，就是杜绝这样的这种恶语呢，在我们这个大乘佛子就是在这个人与人这个交往或者是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断除这个粗语，就是断除粗语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大乘修行当中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身语意的这个语言的这个戒律上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佛经当中也是说的，说故当速如曰，莫言不语曰，就是一定要这个说一些如何的这个语言，就是千万不能说就是刺伤别人的心的这种这个语言。若说悦耳语，诚善无罪也。如果我们说了这个悦耳动听的这个语言的话呢，那么就是始终这个说者呢，就是不会染上罪业，而且呢，就是他的这种这个语言呢，就是来自这个生生世世就是对自相续当中种下这殊胜三藐菩提种子的一种这个因缘，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就是一开口就是说就是说一些这个骂人的话，那这样是真的是这个不合理的。现在的这个实践人呢，就是也可能是主要
这个我们这个道德修养不够吧，就是说一些有意义的关于慈悲就是菩提心呢，就这方面的这个语言呢，很多人的就是说不出来，就是说一些乱七八糟的，尤其是一些这个肮脏骂人的一些语言的话呢，那就非常有这个能力，就是嘴也特别会说有些佛友的话呢，平时让他讲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教言呢，就是显宗和密宗里面的一些教言的话呢，好像嘴里面就是就含着石头一样的，就是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就是骂然后就是他让说别人的过失骂人那个时候呢，就是嘴里的石头已经就是拉出来了，然后嘴巴特别会说，就是口才也是非常好。所以现在有时候社会都完全变了，就是现在这个网上的是专门有一些什么这个怎么样骂人，就是怎么样攻击别人，就是什么就是骂人就是网站就是骂人打拳什么骂人的这个精彩故事骂人的片段等等等很多的一些专门就是让你真的是现在造恶业的话呢，就是网上也是可以这个造业的，就是现在很多人也是写的书也是这么样，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培养这个口才，就是怎么样骂人。所以有些没有这个良心、没有道德的、素养不高的这些人的话呢，他经常的会这个学的，就这一点呢，不需要就是很高的智慧。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是，首先我们汉语什么都不懂，但是汉族骂人的很多的这种语言的话呢，就是我现在也是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教言呢，就是在肚子里面很丰富的。可能我这样，就是你们也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些教言呢，就是刚开始就是什么就汉地的一些这个高尚的这种知识都不懂，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是跟实践的一些就是素质比较低的人接触的时候呢，就是顺便这学出来的。其实说话呢，就是也可以表明一个人的这个素质。如果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为人处事或者是他的这个教养就是非常不错的话呢，那么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就是语言呢就是非常这个就是如何就是很悦耳，而且里面所讲的内容呢，就是也注释到，就是应该会这样的。所以古人也是这样说的：良言一举动，什么三冬乱，阿谀伤人，鲁语汗。就很好的这种语言的话呢，那么就即使一句话，但是你这个就是这寒冬闹月的时候，也是这个心里面就是带了一种这个温暖快乐。如果你说一些磁场的这个语言的话呢，即使是我们这个夏天最热的这个6月份，但是你心里面呢会带来一种寒酸，就是非常这个寒性，就是确实有时候呢就是说出一些特别就是刺耳的这个语言的话呢，就好长时间的事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恢复过来。我们藏人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虽然这个语言呢，就是没有这个道口那样这个锋利的这种这个锋利的剑，但是呢，就是他会这个刺伤一个人的这个心，就是也有一些古人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这个用这个道呢，这个看上的这种这个上课呢，就是有愈合的机会，但是有异样磁场的这个上课呢，就是创伤呢，就是很难以这个愈合，就是所以有些人呢就可能就是说的一些这个语言呢，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真的是很难那个结合。其实呢，就真正就是要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先自己要观察，就我们这个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有些人就是根本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学习的这种环境现在一到这个学校以后的话呢，就是学校里面的老师也好，就是这个附近的一些就环境给你带来什么样呢？就学坏，就是真的会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从小都是在这方面培养的很好的话呢，也不会就是很多三知识身边的这些人的话呢，他就根本不会说这些这个话。因此我们在经有书当中也是讲了一些那个就是悦耳的语言和真实语言和还有这个一些这个不符合实际的肮脏的这个语言。然后这3种语言呢，就是通过3种比喻来，就是这个什么这个蜂蜜鲜花还有那个就是不精分就是这个3种这个比喻来，就是已经这个说明了。那么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呢，应该要借助就是前面2者，就是说话呢，就是说话很精彩的就是应该具有实在的这个意义的悦耳动听的语言。然后呢，不说妄语的真实的语言。一开口就说妄语这个人一说话肯定是这个水分很重的，就是他说一句话呢，就是可能里面呢，就是也应该有一些那个就是有一些这个成分就是有这样想的话，那就是这种这个说话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尽量的就是端出这个后者就是端出这个后者。
那么我们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把这些这个语言的基本的这个功能也是没有这个学好的话，那就是真的是不合理的。因此有时候看来呢，好像那个所谓的这个楚语呢，就是不一定用到这个实际当中去，但是呢，你可以让这个承办一些这个事情呢。法国一位作家呢，就是叫做是拉洪达，就是他呢很出名的，但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是那个。什么北风和这个南风呢，就是比武啊，就是然后这个他们呢，就是像就是谁能这个劈开就是吹掉一个人的这种衣服啊，就算这个获得胜利的。后来那个北风呢，就是他想尽一切办法展开他的这个威力，然后他就猛力的就是刮起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北风越刮得越厉害呢，就是那个人呢，就是把这个衣服就是拿得越紧，就是所以呢，他的这个没有这个成果啊，就没有这个成果。然后那个这个南风的话呢，就是他就徐徐的这个吹着啊，就是逐渐就那个人呢，就是觉得是有带了一种这个温暖，就是然后他自己呢，就是自然把这个揭开裤子，就然后就衣服呢，就脱下来了。最后的话呢，就是南风已经这个获胜啊，就是南风这个获胜。那么南风呢，就是相当于是温和的语言，北风呢就是粗语啊，就粗语。所以我们在承办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觉得这是一定要用这个粗暴的语言来才能这个收拾，才能解决。但是呢，也不一定的。真正是具有智慧的一些人的话呢，他很婉转的，他很有这个是在这个有价值的这种语言呢，就是逐渐呢，就是把这件事情呢，就是处理得非常这个圆满，就是成功。所以呢，就是大家也是真的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看看就是能不能就是当然这是我是会做，就是真正实际上做的话呢。就是恐怕很多方面呢，就是可能很多道友就是会笑我，但是笑我也是按照高僧大德的这些教言呢，这个给别人宣说呢，就是也并没有，我也没有说是我100%呢，就是全部就是做的如实的这个圆满，并没有这么做，但道理就是确实是这样的，自己也是应该很有这种这个信心，就是在往好的方面呢，就是每天都是去追求，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就这种目标呢，就这种这个愿望呢，就是一直也是没有舍弃的。有时候都非常的这个羡慕以前阿底峡尊者所说的一句话。阿底峡尊者是怎么说的呢？就是恒常呢，就是我们这个恒常呢，就是面带这个笑容，以这个慈悲菩提心呢，然后远离一切嗔怒，就是以公平正直来这个交谈，就是给别人交谈的时候呢，就是讲得特别清楚啊。我再重复一次，恒常呢就是面带笑容，就是不要只是出名苦脸的，就是看了以后都是不舒服啊，就是这有些都是可能当然是自己的这个前世，就是那自己本来长得就是比较这个难看呐，或者说就是看起来就是愤怒相的话，那就不可能就是做皮肤手术啊，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但是真正的一些大乘修行人，我看你们所有的人都现在马上面带笑容，其实人可以装的。所有的人都是好像是特别慈悲一样的。如果你们是时常都是这样的话呢，那都真的是非常欢喜的。但是我们凡夫人呢，当一会儿下课的时候，也是为那一件事情开始就发怒了，就是脸上的皱纹呢，就是马上就积聚起来了啊，就面带笑容，然后以慈悲菩提心。就以慈悲菩提心，远离一切嗔怒，然后说一些公平正直的这个言，以公平正直来就是交谈，就是不要有就是经常有一些自私自利的心啊，或者是侮辱别人、攻击别人的这个言，一开口就听起来都是不舒服，好像是就嘴里面吃了一块石头一样的，就心里面的不舒服。听到一句话以后呢，就不舒服，就是说这个过失，说那个过失，最后的话呢，就全是好像世界上呢，就是已经天下大乱了，就是有这种感觉，就也不合理的，就是大家呢。应该以这个就这些我们就是很多人在你们不知道是不是，但很多人现象上是凡夫人现象上是凡夫人的话呢，凡夫一定要有一种这个约束，就是自己没有约束的话，那就不行的。不过我们现在有些真的以前不懂佛教的道友就现在都是很多人懂一些佛教的道路，就不管在做什么事情过程当中，自己会注意的，这一定是个进步就这一定是真的这是个进步。
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懂得，就是否则就是不懂这些语言的这种危害性粗语的这些可怕性的话呢，也会出一些事情。以前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一句粗语呢，就是出这个人命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公案。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有一个主人家，就他当时呢，就是为这个自己的这种就是鸡就是喂鸡的时候呢，就是旁边邻居的这个鸡呢，就是过来就是抢吃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人可能脾气也不太好。就是然后拿着就是拿着石头来就是扎他的脚，结果邻居呢就是已经这个看见呢，就是别人呢就是开始骂他，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就是杂种娃，就是狗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就很多可能四川人是不是这个人，我那个很会那个学这些那个工人骂人，但是这里不说了，不好意思。穿着这种衣服就是然后就是说这些话呢，有点不好意思。然后那个他就开始骂人之后呢，就对方也不服就不高兴，就互相的开始这个先呢就互相就是恶语骂人，然后呢就是大打出手，最后的话呢就是对方就是没办法对着自己的犯呢开始开枪，就是已经就是打死了4个人就是所以一句话呢就是最后也是就是失去了就是4个人的宝贵这个生命，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很多的这个恶语就摩诃仁波切在军规教养人的这个语言品当中也是讲了，实践当中的很多的这个友好和实践当中的很多的这些这个矛盾冲突呢，全是依靠语言而这个产生的。所以我们这个说话的这个技能，这个说话的这种这个窍诀没有动到的话呢，诗人在这个说话过程当中呢，还是犯了很大的这个错误。所以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如果我们连基本的一些实践人所懂到的这些语言的这个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不了解的话，那就非常这个惭愧。尤其是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呢，怎么样跟别人沟通，怎么样跟别人交流，就是这个道理一定要搞明白。那这是这样的这个说这个语言的过失，粗语的过失。那么下一个呢，就是第3个问题，也就是讲那个修行断除这个烦恼之理烦恼川西难对治，知之真知真言见，贪等烦恼畜生是立即铲除佛子心。就是这样，这个我们众生呢，就是都具有这个特别可怕的这个贪嗔痴等84000烦恼。那么这些烦恼呢，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没有这个真正的自信，但是在我们的分别念的这个诱惑下呢，就开始这个作怪，然后呢，就是逐渐在我们相续当中会这个传习之后呢，很难以对治的就是烦恼呢，就是这个极其难改那这样呢，就我们一定要持着这个什么就是持之呢？就是对三法不能这个忘记的这种正念和就经常呢就是观察这3门的这正知。那么这个正知和正念呢，相当于是宝剑一样的。这种宝剑呢，就是可以斩断就是我们这个烦恼的这个根本。当你的烦恼在自相续当中刚开始萌生，刚开始呢就是出生的时候呢，一定要使用这个武器一定要就是这个斩草断除就斩草这个除根。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就自相续的这个烦恼呢，就是逐渐会这个蔓延这个整个心绪，就是最后呢，就是毁坏就是自他的一切这个善根。所以就是立即铲除一切烦恼呢，这就是我们大乘这个佛子的就是所作所为，就是也就是大乘佛子的这个行为。因此呢，就是在座的这个各位就是大家就是没有烦恼呢，就是恐怕是不可能的。就是作为一个凡夫人呢，肯定是有烦恼的，有贪心有嗔心，无论是你是出家人在家人都肯定有这种烦恼。但这些这个烦恼呢，其实能不能对治呢，就是只不过是我们就是用不用窍诀而已。真正用窍诀的话呢，每一个这个烦恼呢，就是可以对治的。以前的成千上万的这些修行人呢，也是通过这个对治烦恼而这个获得这个成就的。那么我们没有对治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因此呢，就是时常独自要观察自己的这个心就是在自相续当中真的出现一些这个烦恼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是要这个尽量的去对治它
就以前那个涅热巴格西呢，就是他也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这自相续当中一旦出现烦恼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力的去这个对峙。但对峙的过程当中，实在是无能为力啊，就是有时候贪心特别严重啊，嗔心很严重啊，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你就当下就是马上就是去那个就不懈怠的去这个供满茶罗啊，祈祷这个上师和本尊就然后呢就还要就是念一些这个蒙里的这个咒语，这样以后呢也让这个销声匿迹的。所以这是我们很多的这个传承上什么，包括我们上师如意宝呢也经常这样讲，我们凡夫人呢一定要像我，就是不能犯戒律啊，我不能就是这产生烦恼。以这样的蒙里的这种这个对峙性呢，就在心相续当中很难以升起来。即使升起的话，实际上是不会长的。但始终都是起到自己的根本上，起到那个自己的那种这个上师啊、本尊啊、护法神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时候觉得是我可能这次已经完蛋了，就是遇到这么大的这个烦恼，但是呢，就是依靠上师诸佛菩萨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会断掉的。就是占经论的后面呢也是说了，就是祈祷莲花生大师的话呢，就是遣除一切违愿的一些教言也讲过，就是所以说我们大家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呢，就是遇到这种违愿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让这个对峙，就是当然这个对峙呢。就是心的力量是有差别的。我们有些人呢，可能这个心的力量就是比较不错的，自己有对峙的这个能力和勇气。但如果没有对峙的话，那我们这个相续呢与烦恼并存啊，那这样呢，你是不是真正的这个修行者、大成就者呢？恐怕很困难的。现在实际上人呢，就是真正对着烦恼方面不重视的，然后其他的一些形象上呢，就是觉得是我是如何的这个有神通啊，有身边呐，对利益众生如何。自相续的烦恼呢，就特别可怕，那这是不合理的。以前中东的尊者也是说了，如果我们能对治烦恼呢，就是成为这个真正的正法；如果不能对治烦恼，不能对着烦恼的话呢，那就是废法啊，就是真法和这个就是废法呢，就是能否对着烦恼方面来这个界限的。所以我们不管是修什么法，做什么样的这个善法呢，看看你的这个对着烦恼方面就是有没有这个起作用。如果起到作用的话呢，那就是一定要就是就继续的这个修持就。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当我们相续当中真的升起烦恼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到，就认识到就知道它的这个危害性。朗日腾巴尊者也说了说是愿我恒常观自性，烦恼妄念畜生舍，毁坏自己他总过，理解强行而断除。就因为我们相续当中就是什么就是经常的没有观察的话呢，凡夫人的性是特别奇怪的。当通过这个长期的观察以后，发现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升起了特别可怕的这种烦恼。就刚刚升起的时候呢，我们马上要立即断掉，就是有强行的方式呢以前那个什么很多的这个个系啊，就是藏汉地的这个有些修行人的话呢，真的自相续当中升起可怕的烦恼的时候呢，就强行不吃不喝就用各种这个惩罚方式来就断除，这是非常这个需要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一旦你的相续当中就传习下来的话，那很难也不要说无始以来的。我们基层当中，比如说一个人跟这个另一个人呢，就是互相打电话，就是说这个升起烦恼啊，就是然后呢，这种这个时间就是已经过了几个月、几年了，然后你现在突然要断掉的话，那就这也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说是这个就是无始以来的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积累如山的这个烦恼这一点呢，不仅是我们，就是甚至阿罗汉呢，也是很难以这个对峙的。以前有个故事呢。有一个阿罗汉，就是他获得这个他获得这个阿罗汉的果位嘛，一个人获得阿罗汉的果位。然后呢，但是这个阿罗汉呢，其实在500世当中呢，就是都是转生于一些高贵中心者，所以呢，就是他心相续呢，就是特别有傲慢的。500世都是傲慢人，就是。然后呢，这个证到阿罗汉果位之后呢，有一次到了这个恒河边去了。恒河边去的时候呢，恒河那个圣啊，就恒河那个圣的话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欢喜，就是也是一个天女吧。就是，然后马上的出现在这个阿罗汉面前，就是非常的荣幸啊！今天最珍贵的阿罗汉，你老人家来到我们这个恒河旁边来参观我们的这种这个美丽的风景呢，我非常的这个欢迎光临。
然后当时阿罗汉呢，就是说是那个什么小路铺啊，就是你给我断开河后，我要过河。然后他非常这个不满的这个语气，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呢，就学生就不高兴了，怎么会是一个小路铺？就是被我侮辱的这个一般凡夫人都不给我这样称呼的，你为什么这样？他马上跑到那个佛陀那里去呢？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开始告状，就是你的弟子阿罗汉呢，就是开始骂我，就是然后佛陀说你不要这个伤心，我叫他给你赔礼道歉，就是然后佛陀也就跟着他跑过来了。然后佛陀就是来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佛陀也给他讲了一些这个教言的话呢，那这个阿罗汉呢，就对他说，就是小路婆，对不起。然后那个就是学生呢，就是说这个，你看他还骂我啊，就是说是小路婆，什么小路婆还骂我啊。后来佛陀说没办法，就是他这个前世这个累积的这种习气啊，因为累积的习气，他始终都是成傲慢人的话呢，那就这辈子就一下子改的话呢，真的不要说我们凡夫人，就是一些这个阿罗汉也是非常困难。以前摩羯年尊者也是以前当胡子的原因呢，后来有时候呢，就是在僧众当中也是就是跳一跳啊，走路都是有时候呢，就是也出现一些。这个问题就是，所以说还有一些阿罗汉的话呢，就是以前也是当一些这个其他人的原因呢，就是突然就是大声这个呼唤呐等等，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我们有些这个出家人呢，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唯一非常如法的，就是走路也好，说话也好，就特别的这个柔和温柔，就是有时候呢，就是看起来的是起信心，但是偶尔啊，或者是没有上师啊，没有这个其他金刚道友的时候呢，有些行为也不是这样的。我以前看见一个道友，就是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是，不管是走路说话，就是连好像吃饭的时候的嘴都不需要动一样的，就慢慢吞下去了一样的。但结果我有一次偷看的时候呢，就是他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衣服全部脱下来，在自己屋子里面开始，虽然没有很多人，但是在自己呢开始在这个乱跳乱舞，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有些习气呢，就是真的很难以这个改掉啊，就是很难以改掉。下面就是说那个就是第4个问题，以政治正念来利益众生。总之一切为一众，观心处于何状态，详细具足政治念，承办他理佛子心。那么以上呢，就是已经讲了，就是很多的教言。总而言之，上面所讲的这些教言，就全部归纳起来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心住这个做我的所有的4大位移当中的话呢，就时时刻刻都是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就观察我的这个心呢，就现在处于是这个善念当中呢，就是恶念当中，我的这个行为呢，就还是如法还是不如法，一直这个时时刻刻白天晚上昼夜6时呢，都要这个观察就是都要这个观察。那么这样这个观察呢，就是这个观察的这个用什么样来观察呢？当然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就是用这个政治正念来这个观察，也就是说自相续当中呢，必须要具足这个政治正念，就没有这个具足政治正念的话呢，那就是自己呢就是始终都做什么事情都是不知道的。很多修行为什么是不成功呢？就是自己没有这个政治正念。因此我们这个政治正念的话呢，就是真的是在这个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不具足的话呢，很多人的这个修行是不会这个成就的。因此吉田菩萨也是说了，合掌成全尽。什么于乎自行者，知你恒实乎？真念于正者，已经说了，我就非常的这个合掌诚挚的这个祈请所有的这个十方修行人呢，你们真的是如果要像那个护持自己的心，变成一个好的修行人的话呢，那你这个时时刻刻的恒实呢，就用你最大的这个力量和最大的这个勇气来好好的这个护持自己的正知和正念。如果你失去了这个正知正念的话呢，那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毁坏的这个宝瓶一样的，你这个灌了多少个知识呢，就是最后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具足这个政治正念。政治正念具足的人呢，就是都会这个修行会成功的。因此呢，不管你是居士出家人，大家都要想我就是
比如说我叫呢，就是叫梅克尔。我叫梅克尔的话呢，始终都是啊，梅克尔，你现在这个身体在做什么？你心里在有什么起心动念？你今天就是要出去，为什么要出去啊？你心会不会散乱呢？就始终都是自己对自己开始提醒了，自己对自己就是加以这个观察。那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会这个成功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呢，啊，随便就是什么样都可以吧。尤其有些人是随心所欲，就不管什么，就放任自由。那特别害怕的，很危险的啊！就这样以后是不合理的。因此，总而言之，所有的大乘三藏12部经论的这些教言归纳起来的话呢，让我们修行人时时的是要保持自己的这个心态，要观察自己的这个心的相续。同时呢，就是利益，就是承办利他，就是承办利他。承办利他呢，就是确实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朗日唐巴格西也是说了，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大乘修行人的话呢，除了这个利他宗以外呢，就是没有别的这个事情。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撇上这个利他的这种盔甲啊，就是撇上利他的这种盔甲，这是我们这个修行当中呢，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所以以前的一些那个修行这个教言当中啊，就是也是这样讲的。所有一切的这个唯一呢，就是应该用发菩提心来摄持，发菩提心呢就是操作。先发菩提心的话呢，那一切唯一是一定会是这个入法的。因此，在座的各位呢，都已经发过菩提心，看我们自己具不具足，自己要疏忽的话呢，就一定要具足这个这种这个真知真量。然后要帮助别人的话呢，就是不损害众生，要这个利益他众啊。昨天我们刚引用一个教则呢，就是涵盖所有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就是唯一的这个依法。依法是什么呢？就是要观察自己的过失和维护其他的众生。就是这个教则呢，真的是所有的这个教正的这种总结啊，是总结的这种结论。啊，就是以前我们这个做什么这个数学题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总结，最后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啊？就是然后就是下面开始写等于了，就是所以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就是经论和窍诀的总结呢，就是具足真知真量和利他宗，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下面第5个问题是回向，如是清修诸善根，为除无边众生苦，皆以三轮清净回向菩提佛子心。那么最后呢，就是说这个，如是我们这个所修持的或者所做的所有的这个有漏无漏的这些这个善根呢，就是为了就是遣除无边无际的一切众生的这个苦恼而这个做回向的，就是他回向什么呢？就是我们世间当中的天边无际的众生的痛苦要这个遣除，就是这个遣除呢，不是通过其他方式来遣除的。我们现在就是天天的是积累财产啊、赚钱啊，或者说是制造一些这个什么化学物啊等等。这样呢，能不能遣除众生的痛苦呢？不能的，就是反而这个增加负担的。很多科学家呢，就是绞尽脑汁，就是整天都是创造这个、创造那个，但实际上呢，就是对众生呢，只不过是暂时得来一种方便法而已的，就是并没有根本上就是断除众生的心理的这种恐惧和痛苦，就是真正就是断除我们无始以来的所有的无量无边的众生的这些痛苦全部要断掉的话呢，就是要智慧波罗蜜多。所以我们以这个三轮这个清净的智慧啊，就是回向就是菩提，让这些众生呢就是全部获得这个就是快乐。也就是说三轮这个清净就是能回向、所回向以及这个回向的法三者呢，是全是这个空性的。当然这样的这种智慧呢，一般我们凡夫人士现在是没办法通达的。但是我们用利他的心来回向的话呢，也实际上是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回向也是包括的。如心论当中也说了，说是直接或利他，直接或间接，所行为利他，但为有情利回向大菩提。就是说，这个我们所作所为呢，就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呢，一定要就是向这个利益众生。就除了利益众生呢，就是以外就是没有什么。以利益众生的这样的这个信心来，这样的这种心态来这个回向的话呢，让众生也是会这个获得无上圆满这个真等去果位的。因此，大家就是所做的这些这个教言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回向，就是回向的功德也是非常大的。就是无尽慧经里面呢也讲呢，就是我们这个三根做了这个回向
向，就是会向于大菩提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三个呢，就是永远也不会这个耗尽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会向的这种功德呢，就是远远就是超过我们一切这个世间的任何的一种这个操作吧。就是我们表面上心想上是做很多很多的一些功德的话呢，其实也不一定的。所以我们以前也说过，就是诸法一缘生，诸于意乐上，何则发何缘？获得入世果，就是我们这个一切的这种将来的这个三根啊、恶业啊，就是全部都是依靠我们的这个意乐，就是这些因缘呢，就是全部是依靠我们的这个发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发什么样的这个愿，或者是做什么样的回向呢，一定会是诸佛菩萨的加持和发心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啊，最后会成就的。因此，我们今天呢，就是所作所为，就是要念一个。什么这个普贤行愿品来回向的话呢？那普贤行愿品里面是全是那个汇入大菩提的一种这个金刚语，就是也能这个获得。所以无主菩萨为什么是经常呢？就是最后这个念诵的时候呢，就是文殊师利用母主普贤回向一会儿。那么这个诵词呢，就是经常，如果是我们也是这样念，时间比较长啊，就各方面因缘具足的时候念普贤行愿品当一些大的这个回向文呢，就是做回向的。如果没有这么好的这个因缘或者时间的话呢，你用那个比较简单的这个词句来就是做这个回向。做回向的时候呢，也想啊，我今天所做的这些三个为主的所有的这个三世当中所造的三根呢，全部回向给所有的众生。回向就是赐给的意思，给予的意思。那么给予这些众生，让这些众生呢，就是全部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那你不要回向啊，我今天所回向的呢，就是全部是给这个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呢，就是升官发财，就是你爸爸现在升官也是老了，就是该退休了，没有什么用了，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这个回向和发愿呢，就是眼前的临时的，就是让我这个不要生病啊，就是生病和不生病，我们明天讲那个快乐之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生病不生病不要紧的，就是现在世间人格的回向跟我们真正的大乘修行人的回向完全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佛法呢也不能太世间化了。很多高僧大德现在一讲经的时候呢，害怕下面的人接受不了，就是所以所讲的大乘法呢，就是全部是就是复活，就是他的这个心情，就是让这样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这个佛法呢不能度化他了，就是应该就是他来度化我们了，就不能这样的，应该有些时候呢，这个方向性的就是给他应该指点之后的话呢，那么就是有些人呢，就是真的是这个大乘根基的，大乘根基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以后的他的所有的这个操作呢，都是按照这个大乘的这种这个仪轨来会做的，所以我们当然就是作为凡夫人的话呢，就是在前行当中也讲了，就前面那样就是这个三轮体空的方式来做回向呢，就是恐怕是不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像以前的诸佛菩萨和高僧大德们怎么样回向，我也是只是按照如是回向的话呢，那这个功德也是非常的大，就是跟那个三轮体空的回向呢，就是没有任何差别。因此，我们经常回向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诸佛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和观音菩萨，以及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年为众生怎么样这个利益，怎么样回向呢？我们也是按照这样来这个回向，就是应该有这种方式来这个就是摄持啊，就是这是非常重要。那么整个我们这个佛子行的这个所有的37颂呢已经讲完了，下面都是讲那个结文。结文呢也是分4个方面来讲，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我们不用光说，就是只是给大家字面上解释一下就可以了。为你欲修菩萨道，依照尽续论点义，诸生者言而专注37颂佛子行。第一个就是讲那个如何造论啊，就是无主菩萨你是到底什么样的发心和什么样的行动来，就是造这部论点呢？他就是说是我是造这个佛子行呢，就是想这个为了你凡是这个修习菩萨道的这些道友啊，所有的未来过去的这些修行人呢，都是这个得到真正的这个菩提妙果而这个造的。在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并没有就是自己的这种就是自己的这个意识独钻，就是没有这样的，应该是依照这个就是三藏就是四须部以及呢就是其他噶当派的一些阿底峡尊者为主的一些高僧大德们的教言，以及自己的这个传承上师的窍诀啊，就是殊胜窍诀。那么所有的这个僧者的这些教言呢，就是全部汇集成这样的这个37个颂册来这个宣说的。所以他造论呢，就是有依据的，不像现在有些人呢自己想什么
从来的是讲经说法当中也是没有什么任何经典和论点的这个依据啊，自己想什么就已经成了就是金刚语，就是这是不合理的。我们讲经说法者平时给别人教谈呢，真的是因果是非常可怕的，一定要依照这个经论了。依照经论呢，我们为什么经常引用这个校正呢？引用校正的目的呢，就害怕自己做偏了。就如果按照这个经和论点里面所讲的去的话，那就不会错的。所以呢，就现在很多人呢，就是不管是造论点给别人开导也好，说话呀，经常都是凭自己的感觉去做就凭感觉去做的话，那凡夫人呢，就真的你的感觉是没有什么可靠的。所以，即使像无著菩萨那样了不起的话呢，他也并没有说是这个佛子行37颂呢，我自己凭我自己的这个想象你也找到，并没有这么说，就都要依靠这个经论校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在藏传佛教呢，确实有一个优势。就像我们这样的这个说法师的话呢，就特别的这种地裂，就是很惭愧的。真正是一些大的这个歌系大的堪布那他们的话呢，不管是讲什么这个法，就是全部都是这个经论他们的肚子呢，全部是经论的这种包括，就是一下子来一个校正，一下子来一个例证，然后全是一些这个印度然后藏地以及呢就是这个经典续播的这个校正呢，全是的。所以我们有些老堪布的话呢，真的有时候是特别佩服他们。一听到他们的这个讲法的时候呢，平时这个跟别人沟通的话呢，一般实践的这些我们刚才所讲的粗语绮语这些都是没有的。平时我们说话过程当中如心论里面什么讲的，清书里面什么讲的，然后华严经里面什么讲的，法华经里面什么讲的，就是马上就冒出一个这个校正，就是这种校正呢一点都不费力，就是不像我们一样就是想半天那个校正什么那个，有时候校正那个句子想不起来，有时候是来源想不起来。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大家都是多背一些，尤其是我们这个，我第3次了，就是这个佛子行呢，就是一定要背诵，就是尽量的，我看那个这个月就是大家在座的人呢，就是这个月应该背诵吧，就是10月1号之前呢，就是我说10月1号之前，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法师要求，就是把这个一定要背诵，然后其他的这菩提学会为主的，凡是听说这种法的人呢，就是一定要背，如果没有背的话呢，那就不行了，就是我们这个小学生。没有背那个3:1:3:32:6，没有背的话呢，那你以后用的时候呢，又要翻书，就是很困难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校验的字，如果背不下来的话呢，那我们问是什么，就一定要就是背诵。这样也是，就是可以这个以后呢，就是可以多应用校正吧。就是一会儿就说是那个叫佛子心呢，的眼里够像佛子心呐，说眼里有佛子心，你就是有。我们可以用校正就是然后下面就是讲因无会无修信呢，虽无智者所习此，然以诸多经论故，此佛子心定无妙。就是第2个呢，就是讲那个这部论点就是宣说无我之理无著论是说因为我呢就是具身的这个智慧是非常浅薄的，同时呢这个修行的这种修行智慧呢也极其是这个微弱，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造这部论点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就是让实践当中的很多的这个智者所那个喜欢的这种词语就华丽的这种词藻就这些都是没有的。就是我是非常，因为他是很谦虚的这种话来说的。我们看他的专辑呢，无不大论都精通的，就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呢，就是他很谦虚的会说我这个词句上呢，就是没有什么智者所喜欢的词，但是呢，就是他也并不是自己这个凭空捏造的，也并不是呢，就是自己这个想象臆造的。这样一来呢，就是依靠这个前面所讲的那样很多的经典和论点的这个教学的内容。从内容上面来讲呢，这佛子行37颂呢，绝对不会有任何这个错误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后者修行人呢，就是可以依靠，就是按照佛子行这样的修行的话呢，就是不会就是做错的，就是一定要按照这样去修，让我们就是应该就是升起这个信心或者是这个坚固之心吧。那么第三个吧，就是第3个呢，就是也说一些这个谦虚的语言，就是况述就是而诸佛子广大性，如我欲则难测故我，相为不服，当诸国诸圣者前期况述。他说，虽然呢，就是觉得是这个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是应该觉得这个如菩萨行，不是如菩萨行就是佛子行呢，是没有任何错谬的，但是有时候
和想来想去呢，也是有点难说，因为呢。就是诸菩萨的这个广大的这个见地啊、修行啊、这个行为啊等等，这些是这个浩如烟海、无边无际、高深莫测。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像我这样这个无祖那样，就是自己这个居身和精神的这种修行的智慧非常浅薄的这样的一个人呢，真正要一一的就是了解、通达测度，这是非常这个困难的事情呢。所以说，万一呢？就是有一些那个词句上也好，内容上也好，有一些错误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上下不符的，就是互相这个矛盾的，以及不予符合实际的一些部分的话呢，我一定要就是在这个所有的诸佛菩萨以及这个空行护法、高僧大德、传承上师，以及呢就是十方大德和这个行者面前，就是一一忏悔，就是请你们呢就是一定要给予宽恕，就是我们平时也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自己很有把握的，但是呢，有时候呢也会这个说一些谦虚的话，就是万一有一些错误的话呢，那我还是忏悔，就是忏悔，就是所以这是智者的表现。我们以后呢，就是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也应该就是虽然从道理上是绝对不会有错误的，你有一定的把握，但是呢，为呢就是让别人呢就感觉有点束缚，就是不会傲慢，就是所以呢，后面说一个谦虚的话，那就是也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吉田论师也是开拓的时候也说是我没有这个利他宗的心，就是。所以真正是有一些利他的心，就具有智慧的人呢，说一些谦虚的话呢，就是大家也是知道是他的目的是怎么样的，就是他肯定是方便妄语的，就是并不是真正就是他没有这个利他心的，就是大家也会知道的，就是所以他在这里呢，就是也说一些这个谦虚的语言呢。那么最后就是三根回向就第四个问题，以此三愿中有情一生世俗菩提心等同不住有机变，大悲护助观自在。那么以上所讲的这些三根呢，就是回向给所有的众生，愿所有的有情呢，就是以这个深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呢，就是通达，就是因为世俗菩提心呢，就是但愿一切众生获得这个圆满正等觉的果位；深意菩提心的话呢，就是通达就是一切万法的真实的这种实相，就是依靠这两种心呢，那么不会就是住于两边，就是以世俗菩提心呢，就是不会就是堕入这个寂灭的边；以深意菩提心呢，就是不会堕这个什么这个三有的边吧，就是对这个以大悲心呢，就是不会堕入寂灭的边，所以呢就是依靠这两种心呢，就是不会就是堕入二边，应该呢就是让所有的众生呢，就是获得就像大悲观世音菩萨那样就是最后呢就是获得这个圆满这个菩提就是获得圆满的菩提。那最后还有一段就什么那个小字此佛子心是为你以自他而教你论事无助造业随因暴动转邪是吧？遭遇不是吧？意思就是说，这个佛子心呢，就是这个无助论事，它造在这个随因或者是无起暴动。无起暴动是离拉萨不远的地方让我们这个学院里面的有些法师都是到那个山洞里面的以前去过。听说是山洞里面呢，现在也是有一个无著菩萨的塑像，就是我都很想去，但是一直没有去成，因为这个佛子心的价值很大的，就是确实是在我们藏地呢，就是各教各派当中的话呢，就是都没有一个不学的了就本来有些时候呢，就好像那个就是各教就我是盖鲁派，我是尼玛派，就好像互相呢一些学习的论点方面是有一定的这个隔阂，就是说实话有一些隔阂，就像现在汉地的禅宗和净土宗之间的这个关系一样的，也有这种情况。但是这部论点呢，就是大家都没有一个不学的，就是都不管什么宗派的人都在学。所以现在呢，就是西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很多的这个世界上的凡是这个大乘修行人的话呢，都有一种这个信心，就是对这部法的这个信心非常大。因此我看到就是这个法的这个翻译就是佛子心的翻译，就是英文、日文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语言的话呢，就是好几种，很多这个高僧大德呢，不管是哪一个教派的高僧大德，都会这个
赞同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读的越来越多啊，就是每天都是用这个观修的话，自相续的菩提心呢一定会是越来越增长的。因此，我们上师如意宝呢也经常强调，让我们经常读啊，你们自己呢确实是传承上师的教言和金刚语的这个缘起是不可思议的。大家呢就经常把这部法呢就是作为自己修行当中的最主要的一步，因为我们看起来只有37个宗次，就是没有什么，但是它的内容呢就是可以包括我们就乃至生生世世的这个发愿目标都已经这个制定了。这样以后呢，虽然我们很多人是业力深重的凡夫人，真的要身体力行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有这么好的这个法来，就是经常要约束自己，经常提醒自己的话呢，逐渐呢，我们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光明也是自然而然现前。在那个时候呢，任何一些这个烦恼呢，就是也不会这个摧毁我们的就像阿底峡尊者所说那样，就是只具有这个真知之念，或者体悟这个空性的这些人的话呢，那就是外面的这个就是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个魔菌和烦恼也是不会危害我们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观察自己的相续。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讲本论什么这个作者所造的这个快乐之歌，今天讲到这里，谢谢。Sunandai Tanse Bhaganya Tanani Vedana Basi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unen Dravasya Banzangara Badna Asadarda Banzangara Badna Sada Banzangara Badna Asadarda